最近17奥迪请刘德华拍广告，结果广告文案照搬别人的视频，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德华被坑得莫名其妙，奥迪这次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首先，刘德华的代言费起码1000万起步，广告公司数百万，奥迪为这个视频宣发怎么着也得过亿吧？痛，太痛了！我记得它沉入水中，然后就打水漂了，甚至没有听个响。截止至今年4月 ，BBA 销量奥迪垫底 ，A6L 的销量甚至只有5系一半左右。奥迪非常需要一个广告出圈。要知道，奥迪 A6L 可是一度作为官车的存在，也就是奥迪最畅销的车型之一，从让 BB 可望不可及变成看着 BB 可望不可及。奥迪 A6L 的成功一大半都得归功于17奥迪。那时改革春风吹满地，国家开始允许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在上海生产国产小汽车。奥迪 A6 的前身叫奥迪100，初代就搭载最先进的1.8升水冷发动机，最大提供100匹马力，妥妥的豪华小钢炮。但在1987年一汽最开始的量产计划里，选定的车型却是来自美国友商的克莱斯勒道奇600。这个牌子今天在国内销量不高，很多观众可能不熟悉，但你看到这款车估计就有印象了，长得贼像劳斯了。一汽设定的目标是量产3外胎，并且已经引进克莱斯勒488型2.2升发动机。但等到真正造车，克莱斯勒却临时狮子大张口，要把一条破烂生产线天价卖给一汽。但咱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但最后，甚至连国民经济主管部门最高领导都亲自出面跑到别人公司总部，克莱斯勒还在摆架子，只让二把手草草接待了30分钟就打发走人。可见傲慢往往来源于无知。不久的将来，克莱斯勒便会因错过中国经济腾飞的巨龙而追悔莫及，最后还得是大众高瞻远瞩，高管亲自飞来中国寻求合作，希望量产他们家车型。但好巧不巧的是，克莱斯勒的这款发动机就是大众帮忙开发的，并且大众也愿意提供比克莱斯勒600更加先进的奥迪100。直到此时，克莱斯勒才真正慌了，马上派人提出，只要象征性1美元就可以将道奇生产线跳楼价促销。一汽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人家奥迪100豪华程度、动力表现可都是优于道奇的。不出意外，奥迪100上市后在国内大受欢迎，因为填补了高端车空白，一度被各大机构抢购，垄断高级公务车市场。也就成咱小时候众人皆知的官车了。中国人买车有个特点，就是喜欢长轴距，喜欢大后排空间。一汽在做 A6 的 C5 车型时，就很敏锐洞察到这一点，硬是要求相比进口车，国产 A6 必须加长10厘米。德国人当时还看不明白，但最后还是妥协了。这个决定也让 A6 的销量再次一骑绝尘。有几年，奥迪的在华销量一度碾压宝马和奔驰 ，BBA 得排为 ABB。在车友江湖，奥迪有一个梗非常出名，被誉为灯厂。奥迪大灯一亮，公鸡都要打鸣。在极端大雾天气，要是你还能看清前方红色的灯光，不用想，前面一定是辆奥迪。这开始和别的车企一样，90年代奥迪也是用卤素灯的，因为有行车安全需求，率先安上了照明度更高的氙气大灯。也有一种说法是，奥迪不断更新车灯技术，是为了耐力赛取得更好成绩。不像咱熟悉的 F1 方程式，不少顶级耐力赛有时会在夜间举行，车灯在这类比赛中起到的作用就非常大。在2003年北美车展，奥迪发布了 Q7 的前身 Pikes Peak Quattro 概念车，首次在上面集成了 LED 灯源，这便是最早日间行车灯的雏形。第2年，日行灯便被搭载在了奥迪 A8 上。08年又改款换成全 LED 大灯，而奥迪大灯的普及则是在09年的奥迪 A6，还采用了令箭形状的尾灯 LED 样式。伴随 A6 销量的水涨船高，奥迪登场的梗也逐渐流传开来。在各大赛事方面，奥迪的实力足以让绝大多数车企望尘莫及。为啥这样说呢？实际开始，奥迪和宝马、奔驰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毕竟奥迪还是奔驰卖给大众的。直到 Quattro 系统的诞生，奥迪凭借一款 Sport Quattro SE 赛车，在各大赛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接连斩获纳维亚拉力赛、圣雷莫拉力赛和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拉力赛的冠军。后来更是连续4年获得世界拉力赛冠军，获得500匹野兽的称号。大众看着自己旗下的小弟怎么发起力来这么猛呢？抓紧时间逮着Quattro疯狂宣传。奥迪在国际上的名声也一路水涨船高，硬是把自己的品牌形象提升到了和奔驰、宝马并肩的程度，让 BB 变成了 BBA。在咱国内，普罗大众对前两者的印象，也许往往是开宝马坐奔驰，但奥迪真要论起机械动力，也从来不带输的。1991年，奥迪就有推出一款名为 Quattro Spider 的概念车，该车搭载2.8升V6发动
机，最大功率172马力，一经亮相，经销商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有数千潜在买家咨询该车的量产计划。但此时奥迪并不满足，仅1个月之后就又推出了一款名为 Avus 的概念车，并十分疯狂地搭载了一台 W12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509马力。后续在2000年的时候，奥迪还推出了一款搭载 W16 发动机的猛兽 Rosemire， 这台发动机则最后被安在了布加迪威龙身上，奉为艺术品也完全不为过。话说现在的奥迪在大众集团的地位完全能和保时捷分庭抗礼。2022年1月，超豪华品牌宾利被移交到了奥迪集团旗下，加上另外2个子品牌奥迪 Sport 和兰博，奥迪一己之力养活了半个大众。再加上常年被车友诟病的平台共享战略，兰博 Urus 和宾利天越，包括最赚钱的卡宴，都共同用了和 A6、Q7 相同的 MLB Evo 平台，销量顶流 Macan 不仅和 Q5 共用了 MLB 平台，甚至没有 PTK 的加持。三大件和 Q5 不能说毫不相干，只能说一模一样，当然调教上肯定有区别的，所以难怪有车友调侃，奥迪在为大众节约成本方面真的付出了太多。咱国内知道夸球啊，还是05年 Q7 上市，也就是第6代夸球。这款车推出之后迅速受到车友热捧，甚至一度成为豪华 SUV 的代名词。Q7 的前身是全车采用碳纤维打造的派克风概念车，研发成本高达2.7亿，而量产版的初代 Q7 最高搭载 4.2 升 V8 FSI 发动机，并配备自适应空气悬架，兼顾性能和舒适。而第2代 Q7 则是基于 MLB Evo 平台打造，相比第1代圆润饱满的风格，第2代线条更加硬朗。操刀第2代 Q7 设计的正好是沃尔夫冈·艾格，对，比亚迪 Dragon Face 就是他主导的。除此之外，老哥别的作品还有奥迪 TT、超跑 R8， 每一个都是经典之作。有了 Q7 铺路 ，Q5 的成功似乎成了定局。2009年，中型豪华 SUV Q5 上市，标志性的格栅设计，好评如潮的包围式尾门 ，Q5 在国内几乎是一炮而红。初代 Q5 配备Quattro全时4驱系统，自带 Torsen 中央差速器，可以实现前后轮40:60的动力配比，操纵感十足。但奥迪终究还是大众的品牌，灵魂在大众集团面前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Q5 后来也是不负众望的选择将 Quattro 换成了 Ultra， 将 Torsen 中央差速器换成了多片离合器，一下子从全时4驱变成了适时4驱，有种4缸变3缸的感觉，难以令车友接受。Ultra 在后差速器那里有一个专门负责连接和切断动力的电子执行器，它的响应速度在0.5秒内非常的快。Ultra 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95%的动力会在前轮这儿，即使是遇到极端情况，前后轮动力最多5开。这个动力分配范围相较于第7代贯齿差速器版 Quattro 的15:80到70:30，那是缩水了不少。不过通过性并不是 Ultra 的强项，燃油经济性才是。奥迪官方的说法是，这套系统最多能减少10%的动力损失，100公里油耗至少减少0.3升。对此我只能说积少成多，大家也先别着急开喷。目前奥迪是对自己的在售车型有着非常明确的2条产品线，正是 Quattro 跟 Ultra。Quattro 并没有直接被奥迪雪藏，而是只搭载在有在非铺装路面行驶能力或者需求的车型上，比如 Q8 这种，它开起来不太需要考虑油耗。而 Torsen 差速器作为一个纯机械结构部件，它的故障率和负载能力是远超 Ultra 的。而其他多在铺装路面行驶的车型，比如 Q， 奥迪就选择给它上了燃油经济性更好的 Ultra。其实如果分得再细一点，还能分出一类，那就是 Q3 这个途观的换壳兄弟，采用的 Quattro 系统就是大众的 4Motion， 这个也是众望所归。那么如何分辨一台奥迪搭载的4驱是哪一个？很简单，看这台车的变速器。目前奥迪在用的变速器分为2种，8档手自一体，7档湿式双离合，而这恰恰对应上了 Quattro 和 Ultra 这2套4驱系统。不过 Q3 这类移植版比较特殊，这个分辨起来也很简单，看这台车的发动机布局是纵置还是横置。众所周知 ，Quattro 自诞生起就只适配了纵置发动机车型，所以像 Q3 这种横置版车型都是不正宗的。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奥迪貌似一直在刻意弱化 Quattro， 去强调 Ultra。说准确点，应该是弱化Torsen差速器版的 Quattro。为此，奥迪还自研了一套寿命短暂的贯齿差速器来取代Torsen。虽然15年贯齿就被雪藏退市，但我们能非常明显的感知到，奥迪是在大力宣传 Ultra 的。说到底，这事还是赖奥迪自己。奥迪虽然有 Quattro 这个系列的专利，但是 Quattro 的核心 Torsen 中央差速器并不在奥迪手里，而是一直从一家名为 Grayson 的公司那采购。就这么买了小20年，直到日本丰田收购了这家企业，让其与丰田旗下的光阳轻工合并成了现在的这家公司。这就意味着奥迪想要继续买 Torsen 差速器，就得经过丰田授意。当然，该卖还是卖，毕竟有钱不赚王八蛋。挣钱嘛，生意
不寒碜。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奥迪 Quattro 的广告可以和托森差速器说拜拜了。既然说到丰田，那我们就来聊聊奥迪和斯巴鲁这两个四驱强者孰强孰弱。关于四驱谁最强的争论，在互联网上一直就没停过。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打算争论，我只聊它俩的区别。我们先来说说 Quattro 的托森差速器，它是一套驾驶员没有办法手动调节、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的纯机械结构的装置，也就是说，它几乎隔绝了一切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可靠性非常高。不过 Quattro 它作为一个系统，光靠托森差速器是没有办法进行运转的。想要实现全时四驱，还得再借助两个差速器。动力先由作为中转站的托森中央差速器对前后轮动力进行一个分配，动力达到前后轴后，再由这两个差速器将动力分配到左右车轮上。但是奥迪为了省钱，除了自家高端车型上用的差速器具有限滑功能以外，其他车型用的差速器都是和普通家用两驱车一模一样的开放式差速器。这种差速器有个缺点，如果车辆一侧的两个轮胎全部打滑，纵使有托森这个好指挥官，但也顶不住这两个小弟没用。他俩不管左右，只管前后，所以奥迪就在 Quattro 系统上搭配了 EDL 电子差速器，它负责实时监控四个轮子的转速是否异常。一旦某个轮子开始空转， EDL 就会通知 ABS， 你快管管，这轮子打滑，你快把动力传到另一边去。所以 Quattro 想要实现全时四驱，需要除了托森差速器以外的 EDL、ABS、ESP 等一众电子系统相互配合。真正能展现机械美学的是托森差速器，而不是 Quattro 系统。斯巴鲁的四驱系统蛮多，大致分为4种 ：LSD 中央防滑差速器、主动扭矩分配式、可变扭矩分配式，以及 DCCD。由于篇幅原因，我这里只讲较为主流的主动扭矩分配式。如果本期视频投币加收藏能破2000，我就单独做一期斯巴鲁。主动扭矩分配式的原理和 Smootion 类似，由行车电脑控制多片离合器来调节动力分配。正常行驶动力以前轮为主，比重为60:40。根据行驶路面的不同，行车电脑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过最多也就是50:50。但是由于前轴是和变速箱直连的，则可以做到100:0。碍于采用多片离合器进行动力分配，导致其响应也没有Quattro那么快。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斯巴鲁四驱的重点，它的重点在于其左右对称的全时四驱系统。这套系统是斯巴鲁1972年研发的，其亮点在于变速箱、分动器、传动轴、后差速器都在发动机后面呈对称排列，再加上斯巴鲁的水平对置发动机，正是凭借这套重心低、对称平衡的四驱系统，使得它能在四驱界称王称霸。奥迪和斯巴鲁的成名都是因为 WRC， 但他们在成名之后却相继退出，且走上了2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会发现，自 B 组之后，奥迪和 WRC 再无任何交集。同样是退赛的斯巴鲁，却继续在为 WRC 输送新鲜血液。奥迪选择摇身一变成为知名豪华品牌，而斯巴鲁却在拉力赛方向越走越远。他们的道路注定不会有所交集，但是他们必会在自己的领域书写属于自己的四驱传奇。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三居兄弟，视频制作不易，还望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